着在防外面的人进去，也在防止里面的人出去。他想躲进自己开辟的极乐之界，免受袭击。不过，连村长爷的神通都会被禁制所束缚，那么他……一尊魔神就这么魂飞魄散了？这鬼日的禁区有没有必要这么凶险？秦牧看着面前那片诡异的森林禁区，心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判断。这片禁区并非是为了防备外敌入侵，而是为了防备无忧乡里的人走出去。如果是为了防备外敌，那么防御应该对外，只有试图闯进去的人才会受到攻击。但这片禁区，无论是想进去的人还是想出来的人，都会遭到无情毁灭。那些遗迹应该是无忧乡中的人们为了逃出去而强行开辟的道路，并非天然形成。都天魔王听到秦牧的分析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他意识到那些天魔趴伏在月亮船上根本没有瞒过秦牧，而这少年一直不动声色，目的就是让这些天魔帮他探路。如此心狠手辣又如此阴险，他的老师一定是十足的恶棍。就在这时，月亮船突然震动，三足巨船缓缓蹲伏下来，贴地不动。都天魔王立刻感应到秦牧那天神般强大的气息消散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秦牧虽然看到无忧乡被摧毁，但依然保持着理智，这让都天魔王有些惊讶。他一脚把龙麒麟踢醒，走了出去。月亮船的巨柱中央，秦牧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，正在抽回没入船体中的双腿。秦牧站起身来，顿时感到心神动摇，无比虚弱。体内被月亮船能量冲开的一个个神藏相继闭合，只剩下灵开和512两大神藏还开着。这艘船的力量太强大，想要操控就必须损耗自己的生命力。他喘了2口气，服下一些灵丹，然后起身说道：魔王，龙胖，咱们步行进入这片禁区。都天魔王吐出一口浊气：你是打算借我的眼界见识，趋吉避凶，寻到你们村里的恶棍？秦牧点头：你是都天世界的魔王，眼界见识比我高明不知多少，只有你才能带我走进去。都天魔王傲然道：不错，只有我才能把你平安带进去再带出来。你舔我脚。话没说完，看到秦牧脸色一变，连忙改口陪笑道：我开玩笑呢，我把你带进去，你得按约定释放我，你答应过的。秦牧笑道：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食言，我可以与你签订吐蕃之约。都天魔王却摇头道：不用，签了吐蕃之约，我就不会信你了，你肯定会坑我。秦牧干笑2声，心想都天魔王真是我的知己，他跟我口头约定，我反倒不好意思坑他了。学爷爷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善良了。他跳到龙麒麟背上，都天魔王也跳了上来，龙麒麟足底生出火云，徐徐降落在禁区边缘。都天魔王紧张道：这里有一条从内向外开辟的生路，但走进来还是凶险，跟紧我，走错就死。秦牧打开他胸腔整理齿轮，提醒道：别耍花招。都天魔王没好气：跟紧了。都天魔王4张面孔12只眼睛4下推算，用魔气施展空间计算。秦牧惊讶：魔王，你术数造诣真高。都天魔王道：废话，学不好术数，神通只得其形。秦牧问能否教他，说起太玄算经的8进制。都天魔王道：用八卦图当算盘就行，以后再说，别分心，算错大家都完蛋。秦牧恍然大悟，太极4象八卦图在他脑中成型，原来大眼计算是这么回事。他喃喃道：都天魔王背后的面孔怒斥：别分心。秦牧连忙散去八卦图，专心赶路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来到第1个遗迹。这是一个小村庄，只有4户人家，锅碗灶台都在，但已经无人居住。村里有11个坟冢，没有立碑。都天魔王说这里安全。秦牧走进村子四下查看，
突然心中一震，他在一户人家看到了一个摇篮，一个小木马，床上还有几件小巧的婴儿衣裳，其中一件衣裳的胸口绣着一个情字。他拿出自己的玉佩，玉佩上也有一个情字。少年闭上眼睛，过了良久才睁开，眼中没有眼泪，因为已经干了。这是我家吗？他走过灶台，看着墙上挂着的锅，灶台上照着的碗，想找到更多线索，却没有更多发现。他来到门外，突然怔住了，门扉上贴着一个喜字。经过10几年的岁月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。喜字说明这里的主人成亲了，就在禁区之中成亲。院子里的小木马应该是主人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，那些小巧的衣裳也是为那个孩子缝制的。该走了，都天魔王催促。秦牧继续深入，经过一座小镇和一片城镇，人烟越来越少，到处是坟冢和散落的灵宝碎片。我们继续，他沉声道。突然，远处传来司婆婆的声音：要死了，几个老不死的，连老娘都被你们连累，要陷落在此了。森林尽头，瞎子面色凝重地拄着拐杖歇息，屠夫挥刀对抗着四周折叠变化的空间。这些空间每隔一会儿就会变化，时而变成广袤森林，时而是炎热大漠，时而是海浪滔天，时而又变成浩瀚星空。每一次变化，不同的神境威能就会爆发。屠夫怒道：瞎子，婆婆，我的腰快断了，你们休息好了没有？瞎子叹气：我老了，让我多歇会儿。屠夫气道：我的岁数也不比你小，我下半身刚接回来还没长实在，再打下去老子上下半身又要分家了。瞎子慢条斯理道：婆婆年轻，让她上。司婆婆口中传来一个苍老的男声，冷笑道：老夫虽然很强，但夫人的身体撑不下去了。夫人，把身体让给我。司婆婆气骂：死开！屠夫和瞎子面色古怪，司婆婆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厉天行经常跳出来掌控她的肉身，魔种越来越强，司老太婆只怕早晚会被厉天行取代。他们四周的空间像是一尊神旗在掷骰子，每个面代表一种神境。这次转到了星辰面，众人脚下突然悬空，出现在浩瀚星空中。那些星辰其实是镜子，无数道镜光汇聚照射而来。屠夫怒喝一声，横竖茫茫一线天，一刀劈开生死路，将神光劈开。司婆婆大喊：聋子过来！但聋子听不见，反而被星光击飞，落到别处去了。被困在这道空间折叠静止中的不止他们三人，还有聋子、马爷和瘸子，只是分散在不同的骰子面上。司婆婆试图破解，不料自己也陷了进来。聋子寻过来，同样被卷入。瞎子星神眼看向四面八方，我们身在神的骰子中，108面神境，阵法中枢并不在这108面之中。播下静止的神在小数后的计算只到瞬息，没有算到无穷小。这个神境运行到24000年后会自动崩塌。司婆婆口中传来厉天行的声音：多久？瞎子算了算，24000年后。瞎子闭嘴，屠夫恨不得一刀劈了他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声音：小子，你家的大人被困在里面，有6个。空间静止中的众人大惊，向外看去却什么也没看到。瞎子紧张地喊：木儿，不要进来，你扛不住神境的威力。秦牧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魔王，你有办法破解救出他们吗？都天魔王的声音响起：这种空间矩阵秘术折叠了109个空间，分成108的截面，但实际有109个。那尊神为了省事，没算到无穷小，留下了破绽，找到第109个空间就能破解。静止中众人面面相觑，木儿身边这人了不起，一眼看出静止奥妙，比瞎子靠谱多了。都天魔王让秦牧找一件结实的宝物扔进第109个空间，让阵法像齿轮自动卡死。秦牧问：这枚从楼兰黄金宫捡到的明珠堪用吗？都天魔王惊讶道：这宝贝不错，你随手就能捡到这样的宝物，难怪我算计不到你，你小子的运气逆天。正说着，众人看到一粒明珠从前方飞过，越来越大，里面竟有山有水，宛如一个完整的世界。明珠划破天际，消失在天外。你们小心点，破镜时会有点猛。都天魔王话音刚落，空间深处传来剧烈震荡，一重重空间崩塌，地水风火疯狂涌动，神境威能崩溃，恐怖能量向四面八方喷涌。众人急忙施展最强防御，好在能量不是专门针对他们，还能应付。秦牧站在森林前，森林突然化作灰烬，气浪席卷，
所有树木变成齑粉。扑通扑通，4道人影凭空出现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砸出几个大坑。秦牧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一把年纪了，还不让人省心。”